这皇位，这未来的皇帝生涯，怎么听着这么的不靠谱啊？看见没？就这钱，当你祖爷自连甘宁打得天昏地暗，就因为他不小心把这下龙脉烟的国六里把手给这震断了一截。老祖宗，这龙脉怎么修啊？难不成要挖地3尺？简单，就是这些：聚灵散、固本培元、固本丸、夯实根基、从明丸这些东西，偷偷妙紧记住，必须连念稿教你的龙脉之野，1万都不能断，4419天。那老祖宗要念的咒语是？听好了，天地玄，万气本根，龙脉，快显灵！你要不显灵，本座揍你！嘿嘿，逗你玩的啦！咒语是把这些药准确的一点不浪费的撒进龙脉之眼，记住了啊！天啊，殿下这是在做什么？天天半夜来这儿撒粉末，还自言自语，要不要禀报啊？知道了，没事，不用管他，他在练功呢。49日之功终得圆满，沉睡100年的王朝龙脉于此刻彻底苏醒。老祖宗，我看见龙了，一条好大好威风的金龙，他还朝我点头了。修好了，正常，灵气开始复苏了而已，大惊小怪。听着，从明天开始，每天雷打不动，到御花园灵气最盛的地方打坐练功。他虽然没你那么多花花肠子，但论起筋骨资质和心性纯粹，搞不好比你还强点。老祖宗，我知道翠花很好，很能打，很实在。但您能不能偶尔就一次别这么扎我的心啊？看见我真看见，最后半雷有黄龙光，我还听见声了，唰的一下冒出大片威严。开了，这可不是好兆头吗？老祖宗真乃神人也。机操物料，少见多怪。登基大典与封后大典，咱们的老祖宗一拍板，一起办了，省时省力，更省心。吾皇万岁！万岁！万岁！皇后娘娘千岁！千岁！千岁！没有你这个从天而降、古灵精怪、总能带来意外和奇迹的老祖宗，就绝不会有今天的我，也绝不会见这个卖复苏外戚的大燕。老祖宗，孙儿敬你，谢谢你。谢什么谢？本座做这些又不是为了你。那老祖宗您是为了？为了我见万万的小山，为了和巴克几天的事交给你。那个人是我的祖爷爷吗？哎呦，问那么多干嘛？别以为今天当醒，国运才起步，活日子忙日子在后头呢。你这皇帝，再得前你50滴年，听见没？本座就把你吊在乾清宫的房梁上，拿鞭子抽你。能得老祖宗耳提面命，时时鞭策，孙儿荣幸之至。新帝登基，万象更新，而这新朝第一次早朝的气氛嘛，诡异的能让最老练的言官都憋出内伤。稳住，你是皇帝了，祖就教诲要威严，要沉稳，要……可旁边这位在溪流芝麻横的老祖宗，我到底该怎么稳啊？老祖宗在和风喝的话。祝新朝爱卿，百废待兴。今日早朝有何要事？奏报。陛下，震碎水患赈灾款项尚有缺口。缺口又是要钱？国库什么情况朕还不知道吗？老鼠进去都得哭着出来。80万两，把朕卖了也凑不齐啊。80万两，你们户部上下是集体吃干饭长大的吗？老祖宗何出此言啊？本座昨晚上闲着也是闲着，就去你们户部库房散了散步。东边第3节，34六乡陈年破茶叶，茶叶都发霉长绿毛了，贱卖2个重万两，一边支5万两，后土里埋着12口大猪和大鹅冬田，说是为过年，过年了大半年，全是现在还有宰了卖肉，又是一笔钱。这些，臣实在是不知啊。你不知道？你这户部尚书是干什么吃的？是朝廷放在那儿的样板摆设吗？要不要本座现在立刻马上亲自教教你什么叫盘库？臣惶恐，臣罪该万死，这就去亲自清点，一厘一毫都不放过。清点什么清点？本座闲得慌，昨晚顺手都给你列好了。三尺长的清单，连生锈的锄头都估价20文。老祖宗不是神仙，半夜去房点上点的鬼。行了，80万两凑不齐，先凑50万两顶顶，剩下那30万两的窟窿嘛，本座有办法。老祖宗，您有什么高招？简单，让后宫那些太妃太嫔们捐点首饰出来。当然啦，是自愿捐行。本座最讲道理了，最近换牙期呀，胃口有点刁，特别没胃，太喜欢吃点小猫，去他宫里首饰做客，顺便磨磨牙。自愿，这叫自愿，带着白虎上门磨牙的自愿。老祖宗这样劝决是不是又太直接了？
有什么不好？捐了的，本座亲自给他画养颜符，保证他80岁看起来像50岁，这买卖亏吗？小龙颜，这招叫资源优化配置，学着点。您说的对。陛下，京城西市道路年久失修，百姓怨声载道，臣请拨款30万两，予以重修。30万两？你们工部是打算用金砖铺地，还是用玉髓镶边啊？西市那条破路总共就3里长，本座前天刚去踩过，坏的地方加起来不到10处。你张嘴就要30万两，是准备把整条路拆了，从地基建个新的皇宫吗？这是你小舅子开的兴隆建材铺，去年卖工部的青砖报价，白纸黑字，比市价高出整整3成，这也是冤枉。冤枉！西市修路10万两银子绰绰有余，多报的20万两冲入国库。至于这个人，一心快吐过，吐不出来的部分他不少出来，工期3年。太晚了，顾总他真的什么都知道，做了喝了多少酒他都记得，连他不是走时上映啊！砍一半，你们那铠甲报价铁是天上掉下来的，50万两，祭天还是祭你们的五脏庙？3万两，祭品要能吃的，别整那些中看不中用的。你们考核的是什么？看本座记的。张耿南约比约，赵夏按3计，记住了，喝花球花败2万。真当本座睡了3年就成傻子了？你们那点破事儿，本座用小本本记得清清楚楚，就等今天跟你们算总账。还有事儿没？没事儿就散朝吧，本座困死了，要回去补觉。既无事奏报，那便散朝。陛下圣明。爸，看见没，小龙颜，朝堂上这帮老油条有一个算一个，肚子里弯弯绕多着呢。你要是时不时敲打，亮亮爪子，他们就能蹬鼻子上脸，真把你当个啥也不懂、好糊弄的傻子耍。老祖宗的苦心，孙儿明白。孙儿看那几个尚书侍郎，冷汗都快流成河了。直接，本座这是救他们，现在骂一顿，罚点钱，干点苦力，疼是疼点，丢人是丢人点，但好脑袋还稳稳当当戴在脖子上，那掉的可就不只是乌纱帽，是9族的脑袋了。所以记住了，当皇帝心肠要善，但手上的香雷山也是为了管住底下这帮牛鬼蛇神。老祖教教诲的事，孙儿记住了。记住没用，要做到才行。本座昨晚为了查那些破账本，一宿没合眼，困死了。有您在，心里才踏实。好像再难的局面，就是也忒刺激了点。陛下，老祖宗，俺不能天天在宫里当个白吃白喝的闲人。想做事，后宫诸事自有内务府和宫女太监打理。你是皇后，你觉得月例银子不够花，不就是内务府在？不是银子的事儿，资源沿着没派上场，浪费了，太配置起来，干点实在的。好，有觉悟，本座就大一份实诚，这份眼里有活的劲儿。想干点啥？上天摘星还是下捞月，只要靠谱，本座全力支持，给你撑腰出主意。还有，俺老家是庄稼户，最拿手的是养猪。养猪？在皇宫里养猪？对啊，养猪俺可再行了，从小就跟俺爹学怎么看珍珠宰芥末猪，怎么配料长得快毛色油亮。俺养出来的猪一头最少能卖这个雪花银，可挣钱了。就它了，就是这个，在皇宫里搞生态循环养殖基地，天才绝了！本座怎么就早没想到？老祖宗，三思啊！后宫那是嫔妃居住、凤仪天下的地方，养猪养鸡，这成何体统？这要是传出去，说大燕皇后弄张爱，千万陛下不要了，只关偏比要是遗臭万年啊！颜面吃房不够，你可以破鸭鹅全安排上，鸡蛋、面、鹅蛋拿豆去卖，蘑菇又是一笔收入。名字本座都想好了，皇家生态循环养殖基地，听听多气派多实在。可是这大一基地也把银子赔进去，怕什么？有本座在，你只管放手去干，赚了钱咱们按股分红，亏了本座信你。信你这双能干活的手，信你这颗踏实肯干的心。这后宫养殖基地，除了你，没人能搞起来，你就放心大胆的干。等等，老祖宗，您这500两银子是打哪儿来的？哦，这个啊，本座昨晚闲着没事，去户部库房参观了一下，正好看见礼宾内劳佛出一批赃银，本座就暂时借了那么一小箱，不多，刚好500两，反正是不义之财，用在正道，也算是给他净化净化。雷厉风行，说干就干。短短3日，凭借老祖宗的资金支持和皇后娘娘的亲自督工，这片被遗忘的荒地，奇迹般的变成了一个规划清晰、设施齐全的皇家养殖基地。都听好了，鸡舍鸭棚的网子到了就赶紧卸货，按俺说的比例跟副皮办好。养猪，咱家是伺候主子的，不是伺候猪的。奴婢昨晚的饭都要吐出来了，皇后娘娘是不是被老祖宗带疯了？得配上麦麸、豆渣，再加点打碎的青草，这样营养才均衡，猪吃了肯长膘，还不爱蹬病。来，你们都来试试手感。在皇后娘娘手把手的教导下和亲历基地，以惊人的速度入了正轨，亲情兴旺，生机勃勃。这深宫大内前所的令人稀释的回忆。不错，真不错。翠花啊，这个 CEO 当得非常称职，本座果然没看错人。老祖宗您可别夸俺，俺就是干了点俺会干的活，看着他们一天天长大下蛋，俺这心里踏实，比在宫里发呆痛快多了。就是
陛下晚上可怎么受得了哟？老祖宗，老祖宗，您看，咱们赚钱了！第一批鸡蛋鸭蛋鸭的石头猪全卖出去了，扣掉所有本钱，净赚整整20两雪花银，比那些只会伸着手等着宫里发那点死月历，然后琢磨着怎么克扣下人的，怎么强100倍、1000倍。看见了吗？财就在眼前，机会就在手中。本座现在宣布，想给自己、给娘家多挣一份体面的，还等什么？赶紧的！老祖宗，嫔妾入一股，就1两，这是嫔妾攒了半年的月历。先接我的，无论无苦，这回给您3两。先赢，别挤，排队！哎呦，谁踩我脚了？好，非常好，看到大家的热情，本座很欣慰。这说明什么？说明咱们的路子走对了，所以本座从20个增加到50个，鸡舍第一期扩建500个鸭棚，100个。我负责那头小黑胖，这个月足足长了12斤膘。翠花姐都夸我喂得好。王少爷，你上次说那个防鸡瘟的土档子，再跟我说说呗。朕下朝走错路了吗？不是京郊哪个富庶的农庄，那嫔王昭仪他们在讨论喂鸡，欢声笑语，比朕满园的淑卿上朝的太和殿热闹鲜活100倍。您下朝想吃啥？快过来干干，炖蘑菇给您好好补补。忙一天朝政，累了吧？都行，你做的朕都爱吃。老祖宗，孙儿今日那是翡翠花，太绝了。孙儿是不再口方。那头推广都出国了，让那闲着没事都去给本座养殖地搞出大雌鸡崽来。够说了。嫣然，他们边正经的事，用磨他们的创造2期，这才叫一箭双雕，一本万利。这样的江湖，曾经勾心斗角、积极横攻，如今鸡鸣犬吠、烟火升腾。老祖宗一手点拾着您的后宫，暖热了人心，就让底色一个会来，而变得越发鲜活、坚实与蓬勃。陛下，乙卯年春闱大考，所有考题已然拟定誊录，几诸定决，办理时否？恭请陛下圣裁。嗜血之道，不及时。废物！老祖宗，您瞧瞧这个，咱们大燕未来3年的栋梁之才，就要靠这些东西来选拔。这是什么破烂玩意儿？选出来能什么好货？全是掉书德的酸腐废物，100个加起来能办好一件实事，本座跟你姓。老祖宗，慎言啊！这考题百年使馆成立组织啊呸！历经数代先帝检验，乃是选拔贤才之皇皇正道，万改都不得。现在除了公夸，怎么一个给百姓修条路、挖口井、多产1斤粮食的实善之才吗？有一个吗？小龙颜，这帮老顽固指望不上，这回春闱的考题，本座亲自来出，怎么样？保证惊天地泣鬼神、气鬼去的，能办事的筛掉实干之才。好，你敢不敢用？老祖宗，这春闱考题就拜托您了，朕信您。3日后，乙卯年春闱如期开场，全国社子怀揣圣贤前出斗枪、目瞪天子的梦想，国可锦绣前程。然而，他们即将接到的不是熟悉的精益策论，而是一场足以重塑他们世界观、人生战价值观的惊天大雷。是发错了吧？还有旱灾分粮，要列出分配细节。天啊！第3题是打仗，500人对戎族骑兵，还要战术。第4题竟是商贾营销，怎能玷污科举圣地？连传承知识，这些俗物杂学，夫子从未教过。瘟疫、旱灾、边患饥祸，这些不正是百姓日常所苦，官府时常所困吗？原来朝廷此次是想选拔能解这些近忧之人，恰好这些我都亲身经历过，打起来倒也不算难。陛下。考卷已初步筛选完毕，只是这考题实乃闻所未闻，诸位阅卷官实在难以拟定统一的评判标准，万般无奈，只得恭请陛下亲自圣裁。祭天罪己诏，朕要的是救灾方案，不是神棍跳大圣。祈雨童男童女，这都是哪个官才养子想出来的邪说？不屑为之。好啊，清高，可百姓的赋税、朝廷的运行，哪一样离得不开例子？废物，全是废物。老祖宗说的对，靠这些考题，果然只能选出废物。在一片荒诞与空谈的废墟中，这份试卷如同淤泥蒙绽放的青莲，没有一句空话，没有一条虚言，字字句句皆来自对民生操作的洞察，来自一颗真正想解决问题的头脑与心灵。这才是朝廷。来人，太好了！来人，前镇宣世子江淮入宫觐见，朕要立刻需要的他。遵旨。学生江淮，江宁人士，参见陛下，万岁！参见老祖宗金安。看着倒是比那些酸中叶顺眼点。小家伙，本座问你，考场上那些乱七八糟故事营销，你一个读书人哪儿学来的这些歪门邪道？回老祖宗，学生不敢隐瞒。学生自幼父母双亡，是吃百汉之饭打铺遍野的，后来方来游学四方，为药铺吐口力，甚至脚为过的，所以答题时学生只将自眼所见、深深所历会如何去做，一一写下而已。说得好，说得好啊！这引都所进属，动15公行，陆放书之此言，尽是民生多，兼是实名之切大难。难怪答你的正答案烦难，而后方能诠释脚踏实地、可行可笑的法子，安邦定国。对，太对了，就是这么听见没，小龙颜，这才是朝廷内干算一个，全都该给这样人才让路，靠边站！别高兴太早，不用谁都会。本座再问你最后一个问题，就现在，陛下任命你县衙一个县的第一天，第一件要办的正经事儿是什么？孤飞填土地，核实人丁丁口，
则首务便是风清家底，掌握实数，此后一切施政方能以方辰根基稳固。好，说得好，看见没，小龙眼，这才叫脑子里有东西，心里有百姓。那些翰林院的清贵资历，也未必有他这一半的见识和踏实，还得找吗？让他去，晚上上线，那地方又穷事又多，给咱们看看真本事。在下领命谢恩，蒙诸位不弃，委以重任，在下必鞠躬尽瘁，恪尽职守，定不负所学，不负信众，不负一方百姓之期。实在过分，一届偏重实务杂学，不重经典学问，这算什么要选拔？我们要一起澄清，重定规矩，还选拔一个公道。都给本座听好了，那些考不上或者觉得考题高贵，写联名信。所以本座今日宣布，大雁实务学院做亲任成员，来报名。不愿意的，觉得实务低贱，胜在贤淑的，高滚早滚蛋，朝廷一个同伴都不会多养。实务学院听着不像正经读书的地方，会是奇迹学院？别到时候去学成了，朝廷又不认。再看看，枪打出头鸟。让我先报，第一个来的，早就这么早的吃实务的来了。看见了吗？这就是变化，这才是真正的改革。老祖宗，今日朝堂新貌，孙儿却卑职技巧。若人人听天下世子天下的大道，这是否也算一种舍本逐末？小龙印是什么？这很好，是魂，是回空血刃飘在，谁要天下治国人，是不是？那就记得学。一场奇葩世子引发的风波，离经叛道的实务学院，一所前所未有的。大雁新朝，气象宜新。这消息啊，早就插上翅膀，飞遍四方喽！陛下，打探清楚了，大雁的新皇帝坐稳了，关键是他身边有个神童辅政，新政一推，国库演起来就百姓着万岁。神童有多神啊？能呼风还是能唤雨？据街头相传，年纪才这个数，能驾驭白虎当坐骑，能召唤金龙显形锐，上下5000年没他不懂的，还特别会养猪。养猪？你却在大雁后宫都不种花了，不是养龙？全是猪，鸡鸭嘎叫，连皇后娘娘都亲自挽袖子喂猪，一个月能赚这个数。有意思，背后里，本王要亲自去这大雁瞧个究竟。南越王亲自来，还拖家带口，王储外下3位公主，这排场不小啊！陛下，南越与我朝向来是笑脸相迎，可这次醉翁之意恐怕不在酒水，在美人呐。啥意思？连温，3位公主正是花开斋的年纪，这摆明了是冲着咱们陛下这块香菠萝来的。这是要开戏园子吗？救命！怂啥？让他来得正好。本座正愁没地方显摆咱们大雁的新气象呢。本座啊，有个绝妙的主意。10天后，南越王的好骑车队浩浩荡荡开进了大雁京城。我的眼睛，这红彤彤、肉乎乎的，是什么阵仗？欢迎来到大雁。各位贵宾请看，这是我们黄养殖基地精心培育的迎宾猪，经过9981天严格训练，精通各国注目礼。这又是什么？贵国的新型仪仗队？哎呀，赶巧了，正好是每日劳动时间，姐姐们在搞养殖创收大赛，大人们在那边开荒种菜，自己都当副业，搞点人就来都来了，别光看着呀，下来活动活动筋骨，劳动最光荣了。父亲，这里氛围是不是不太对？怎么感觉怪怪的？给我闭嘴，入乡随俗。陛下，贵国民风之淳朴，行事之接地气，真是让小王大开眼界，毕生难忘啊！让南越王，我们家老宗常念叨，治国啊就跟过日子一样，不能飘着，脚得踩在地上。便是传说中的老祖。你就是南越王阮文焕，看着身子骨挺硬朗，是个种地的好材料。瞧见没？全是咱自家基地产的，这油光水滑的红烧肉是翠花亲自喂养的状元猪，这香喷喷的小鸡炖蘑菇是王昭仪起早贪黑养的贵妃鸡，纯天然零添加，吃了都说好。香，真香！怎么样？没骗你们吧？这才是人间之味。那些什么龙肝凤碎，听着唬人，又贵又难吃，纯粹是糟践钱祸害百姓。我听说你南越那边就特别好那口，动不动就摆180道菜的排场，吃不全为了泔水疼。他怎么连我们宴会道剩菜都知道？当皇帝当王的，自己省一口，
底下百姓就能多吃一碗。你看我们皇后养猪，昭仪养鸡，大臣种菜，国库蹭蹭满，百姓笑哈哈。这日子不比你那虚头巴脑的排场实在。小陛下，小王冒昧一问，贵国京城如此繁华，为何走了这半天，连一个讨饭的都没瞧见？哦，您说乞丐啊，有手有脚的都安排设了修路瓷器艇，教他们做些手工试着，开导容易诱惑自己。老祖宗说了，总给鱼不行，教会他们钓鱼。那贵国的差役看着也格外精神干练，不知有何诀窍？考核改了，不光看写了多少公文，更要看百姓背地里是夸还是骂。贪赃枉法的直接送去劳改，体验民生疾苦；踏实敢干百姓爱戴的破格提拔。老祖宗亲自盯着，谁也不敢糊弄。都说说吧，看了这一天，这大燕究竟如何？父王说不上来，就觉得哪哪都透着一股子怪劲儿，可偏偏这怪劲儿里又仙气吓人的活力和劲儿头，看得人心里……父讲的道理都明白，太厉害了。皇后娘娘也了不起，能把猪养得那么肥，还那么会赚钱。大燕燕的陛下也生得怪好看的。是我们在温柔乡里睡得太久了，王宫一顿饭，百姓一年粮。我们要是一直不变，南越就完了。这儿饲料钱不能和工钱混一起，这儿损耗要按比例摊进去。哎呀，我的皇后娘娘，你这账记的猪看了都摇头。还是老祖教的好哟。来啦，自己找地儿坐，等我算完这笔。老祖宗，小王阮文辉今日特来，有一事，恳求您指点迷津。甭客气，说事儿。求老祖宗教教我南越大燕的新政，这富民强国的真本事，传授一二。想学啊？想，朝思暮想。第一，你们那些又臭又长、光花钱不实用的破礼仪全给我废了。第二，当官的不再是老爷，考核得让老百姓说了算。第三，你们王室带头，从明天起吃穿用度照着我们的标准砍掉70%。这样吧，我派个大燕致富顾问团过去，手把手教你们。1年嘛，顾问费10万两白银，友情价，不过分吧？不过分，值。成交，南燕王，合作愉快，一起发财。这只小手轻飘飘的，可我握住它的这一刻，却觉得有千钧之重。拖着我南越的未来。南越使团这次带走的可不是金银珠宝、美人绸缎，而是大燕最实在的厚礼，能让一个国家扎稳根基的致富种子。咱们这又是那秘方，又是那种特别的文化输出。算，怎么不算？但咱们输出的是能攒下银子的硬本事，不是那些中看不中用、光会磕头作揖的虚礼。让南越天下到养有田田百多米的乡头了，家粮餐热炕头，日子过得过有奔头。我可才他家根子上的太平。老祖宗您说的对，这才是正道。一副肩膀，稚嫩却扛起千年智慧；一个身影，年轻却承载万里河山。他们就这样一前一后，一步一脚印，领着大燕走向那史无前例的热气腾腾的盛世未来。春耕秋收，转眼又是1年，咱们大燕的新政算是扎下根喽。国库越来越鼓，百姓的日子越过越红火，连边疆都安稳的能听见牛羊叫。天爷爷，龙，石头里长出龙来了，这是要出真龙天子啊！老天爷，白的，通体雪白。山神爷显灵了，他在看我。看呐，黄河水清了，千古黄河居然在此处现出一段琉璃水，鱼虾可见。这不是祥瑞，什么是祥瑞？天降祥瑞，佑我大燕，陛下仁德感天动地，臣等恳请陛下祭天告祖，以谢天恩。又来了，又是这套，一个个磕头磕舌的比谁都响。这要是现在泼冷水，非得被唾沫星子淹了不可。今年的贡糖甜，水分足。老祖宗，您别光顾着吃啊，您瞅瞅下头这阵势，都快把房顶掀了。这祥瑞的戏，咱们是接着演还是？祥瑞在哪儿呢？拿过来，让本座开开眼，看看是什么了不起的宝贝。回老祖宗，政务在此。京郊龙纹奇石，西山白鹿木屐证词，还有取自黄河清段的水样，请您过目。哼，就这，你们兴师动众跪了一地，就为了这点玩意儿？老祖宗明鉴啊！此乃千年不遇之吉兆，白鹿人寿也，黄河清圣主出，此乃上天意示我大燕国运昌隆，盛世将临，怎能说是这点玩意儿？行，既然你们觉得这是天意，那本座就带你们去问问这天意到底是个什么成色。摆架出宫。老祖宗饶命，小民就是在这儿一锄头下去碰到的，不敢有半句假话呀。石灰岩，掺了点石英，那龙纹就是石头自己长的纹路，跟人脸长皱纹一个道理，有啥稀奇的？至于为啥现在挖出来，简单，前几天下大雨，把上面盖着的浮土冲跑了呗。这石头少说在底下睡了100年了，今天被吵醒。可这纹路未免也太像真龙了吧？此等巧合，岂非天意？像就像呗。您老抬头看看天，那云彩一会儿像狗，一会儿像猫，一会儿还像您早上没吃完的炊饼呢。照您这么说，天上是不是天天往下掉祥瑞？幼稚！你别躲了，带路去西山，本座要亲自会会你那头通灵的神鹿。就是这儿，那白鹿当时就在这儿站着，还看了我一眼。您看，这毛，普通鹿哪有这么白、这么亮味的毛？这就是神鹿的毛。看清楚了，这是染房里常用的染毛剂，
什么神鹿？就是不知道从哪儿弄了头鹿，用这玩意儿给染白了，做工还挺细的。说吧，谁让你编这故事的？给了你多少银子？现在说还好，要是等本座查出来，可就没这么好说话了。是城里的王员外，他给了小的10两银子定金，让我这么说，说等风声过去，祥瑞的名头坐实了，再给我10两。小的一时糊涂，老祖宗饶命啊！竟是造假，岂有此理！愚弄君上，愚弄天下。那王员外是何人？必须严惩。安静。最后一个黄河水，今天本座免费给你们开个蒙。这叫明矾，能吸附杂质，让它沉底。你们说的花黄河那段，上游暴雨冲垮了堤，泥沙淤积，水流慢了，杂质自己就会沉。再加上河床里本来就有明矾矿，溶在水里起了净水作用。说破大天就是一次巧合的自然现象，跟老天爷赏饭吃一文钱关系都没有。所以都听明白了，其实是自然的，白露是染的，黄河清是地理加上天气，从头到尾就没有什么祥瑞。可是老祖宗，即便这些都是巧合或人为，可为何偏偏是都在这个时候一起出现呢？这本身难道不也是一种兆头？为什么？因为马屁精们觉得时候到了啊，新政有起色，陛下坐稳了，这时候搞点祥瑞出来锦上添花，龙颜大悦，他们不就能加官进爵，好处多多？这套路本座闭着眼睛都能背出来。但你们都给我记住，治国靠的是实打实的本事，是田里的粮库里的银，百姓的笑脸，不是这些上不得台面的造假把祥瑞。今天就有人敢编造天象妖言惑众，长此以往谁还肯低头干活？都去钻研怎么骗人得了。所以本座现在就把新规矩撂这儿，从今往后大燕朝禁止任何人以任何形式呈报所谓的祥瑞，报上来本座就查证，重赏，假的严惩不贷。官员参与造假立刻扒了官服滚回家种地去，百姓参与造假通通送去劳改，体验一下什么叫真正的脚踏实地。都给我听清楚了吗？臣等谨遵老祖宗懿旨。老祖宗，孙儿真是服了，您怎么什么都懂？石头、染毛、水文地质，您这脑袋里到底装了多少东西啊？活得久见的就多呗。300年前秦始皇那会儿，就有人往河里扔刻字的王八，说是天书；200年前汉武帝那会儿，有人在山里头埋自己造的铜鼎，说是神赐。花样翻来覆去就那几样，骗上头那位开心，给自己捞好处。太阳底下哪有新鲜事？记住喽，景琰，一个君王他自个儿行得正，做得直，把国家治理好了，让百姓过上好日子，这本身就是最大的祥瑞。反过来，一个昏君就算天天下宝石，夜夜跑麒麟，那也不过是亡国之兆，什么用也没有。金玉良言，此生不忘。朕奉老祖宗懿旨，即日颁布伪造瑞者，无论官民，一律严惩，绝不容情。同时立务实奖、千谋善别奏、商贸等实事上做出卓越贡献之人，我大燕要赏就赏实干家，不养马屁精。哎，可惜了喽，以后没得天降异象的热闹看喽。茶楼说书先生都少段子。好，早就该这样，整天祥瑞，能当饭吃。陛下这是干正经事儿，不上虚言，专务明君之诏，圣主之相。此令一出，那些琢磨着怎么成天言好事的官员，心里的小算盘啪嗒一下全散了。得，溜须拍马拍到了马蹄上，还是老老实实琢磨点真东西吧。陛下，老祖宗，大吉之兆啊！臣夜观天象，紫云地星光芒大盛，稳如泰山，辅星环抱，这分明是圣主临朝，国祚万年，四海升平的顶级吉兆啊！天意，这就是天意。说人话。就是老天爷都在说，陛下您是真龙天子，咱们大燕的国运那是如日中天，兴旺的不得了啊！哦，那你关心关了这么多年，能用它告诉我明天京城下不下雨吗？能算出来今年北方各省大概能收多少粮食吗？这天象深邃，关乎气运，这如何能？不能，那要你们何用？听着，从今天起，钦天监一分为2，一半人给本座老老实实研究历法，推算气，观测风云，能保听天气；另一半人别观天了，去工部报道，研究怎么修堤坝、挖水课。哦，对了，你们那堆关心的家伙事儿看着挺精细，别浪费了，拿去测绘科画地图去。老祖宗，不可啊！钦天监上观天象，下应人事，关乎国本，这改制不合祖制，有违天和呀！祖制？你抬头好好看看本座，本座说的话就是这大燕宫里最老的祖制，你是服还是不服？臣谨遵老祖宗懿旨。变了，全变了。关兴的去治水，测吉凶的去画图。这世道，连拍马屁都得先学会修水车了吗？老祖宗又在看星星了。他活了那么久，看过那么多朝代更迭，在他眼里，这漫天的星辰到底藏着怎样的答案？这世上究竟有没有所谓的天意呢？老祖宗，夜里风大，您看了这么久，是在和星星说话吗？您说这操纵风云变幻、朝代兴替的，真的有一种叫天意的东西吗？有，但天意从来不在那些奇形怪状的石头里，不在被人染白的动物皮毛里，也不在这看起来高深莫测的星辰运转里。天意在民心，百姓笑了，吃得饱穿得暖，觉得日子有奔头，那就是普天之下最吉庆的祥瑞。百姓哭了，饿着肚子流离失所，哪怕你宫里天天龙凤呈祥，那也是上天给你最凶的警告。道理就这么简单。行了，大
大道理讲完，收工睡觉。明天早点起。翠花说她新弄来的那批厂票快猪仔，一天一个样，可得去看看。是啊，琢磨那些看不见摸不着的天意有什么用？不如想想怎么让猪仔快点长膘，让百姓碗里多块肉，这才是顶顶要紧的天意吧。夜色渐深，星光温柔，而在大雁皇宫最接地气的角落里，新一天的希望正打着小扑，在梦里努力的长着膘呢。明天又是崭新的一天。大燕新政成效卓著，这消息就像插了翅膀，不是骑上了800里加急的快马，嗖嗖的飞遍了周边各国，西域36国、北方戎族、东海岛国、南疆部落全都坐不住了，一个个都屁颠屁颠的派了使团，打着朝贺的旗号，实则是来取经了。陛下，老祖宗，您二位可得给老臣做主啊！这来的也太多了，乌王央几个使团，风俗禁忌、饮食习惯天差地别。楼兰人斋戒不吃肉，戎族人无肉不欢，琉球人席地而坐，苗栗五岳将得坐。这宴席怎么摆，座位怎么快，苗部人散不掉掉脑袋的呀！老臣这头发，您看看，真是一夜之间愁白了一大半啊！严古着来的好，送点土豆铲还多省心。现在自好当人夫就防雪，海岛怎么防风？记着现在是德国妖王海龙王了，愁真愁。怕什么？本大燕我贤者。这是荣耀。诸位使臣，远渡重洋，跋山涉水，莅临我大燕，朕仅代表大燕朝廷与百姓，欢迎诸位。薄酒一杯，不成敬意。请。谢陛下。大燕皇帝陛下，我们楼兰在大沙漠里，太阳像火盆，水比金子贵，粮食根本种不活。但我们听说大燕有神仙法术，能让石头缝里长出庄稼，求陛下，求老祖宗教教我们吧。沙漠种地啊，简单。你们那儿是不是白天能热死骆驼，晚上能冻死狐狸？温差特大，对吧？简单，记住3样：第一，种沙枣、骆驼至胡杨，这些东西耐旱晒，耐晒根扎得深，沙漠里也能活，果子能吃，木头能用。第二，挖坎热，地下凉，挖暗渠，把地下水橇引出来灌溉，太阳晒不着，罚少。第三，养骆驼，这可宝贝，驼粪毛能织毯子、衣服，驼奶能做奶酪，还能驮货拉车，浑身是宝，一举7、8得。具体怎么挖？井多深？渠咋走？骆驼咋配种？快教教我！好说，回头啊，轮安沙、内部江作建一起，给你整纸预算、娄山施工指南全套手册，你得收点。不过嘛，友情价、打包价1000两雪花银，不过分。老祖宗，还有我们，救命啊！我们草原夏天短，冬天长，草一黄，牛羊就疯狂的掉膘，一冬天饿死冻死一半，心疼的我跟刀子安似的。您可得给想想法子啊！还有，别光盯着牛羊，养点鸡啊！鸡吃草籽，吃虫子，能减少草场虫害。鸡粪是上好的肥料，撒在草场上，来年草长得更旺。鸡蛋、鸡肉不也是肉吗？还能换钱。那个老祖宗，一年到头不是刮风就是咋整啊？防风啊，这还不简单？第一，提升这些高风长，风吹不倒；第二，椰子树增援货，咱可是细抓得到，水上有力，能防风，结了椰子果还能吃能用，又是一笔收入。老祖宗，到我们了，我们那儿全是山，在石缝里抠点土，平地还没有巴掌大，这粮食可咋种啊？总不能让族人天天啃野果子吧？梯田啊，大哥，把山坡像切糕一样，一层一层修台下流，自流灌溉，该淋淋有淋，引云淋雨领风，风大梁中使是多浪费。田埂上山坡山外，土豆都是抢手货，能卖大价钱，不比你们光种那点包谷强。记下来，全记下来，这都是黄金啊！坎儿井暖棚，防风林，梯田，我的天，大燕老祖宗的脑子里装的都是啥呀？这一趟来的太值了，1000两学费，1万两也值。快写，别漏了，那个养鸡的事儿也得记上。尊敬的大燕皇陛下，务实定人礼仪之邦。方才听贵国老祖宗，除了这脚烫宝路的技术，也离不一拍妖式兴邦，与贵国交流比试于才情吧。哦，比试才艺，不知贵使想比什么？我大使有能令明月失色的胡旋舞娘，舞姿翩颜如飞天临凡；有能让百兽之王的雄狮俯首贴耳的顶级驯兽师，还有可沟通水火、操纵幻象的神奇魔术师。却不知大燕这耕种礼仪之邦，除却有何等才艺可堪与我等一比放下呢？狂妄，简直是明目张胆的羞辱！拿这些奇技鱼妙来比我天朝上国，陛下，老祖宗可不能让藩邦如此小觑啊！比才艺，好啊，太好了，本座就喜欢比这个。不过嘛，咱们大燕的才艺比较接地气，
就怕你们这些天上看不懂，咱们这地上跑的。无妨，尽管使出来便是，也好让我等开开眼界。第一个节目，养猪。诸位，隆重介绍一下，这位就是我们皇家生态养殖基地的年度猪王大壮。翠花，给各位贵客展示一下咱们的养猪才艺。这猪成精了，南疆。这算什么才艺？这怎么不算才艺？养猪是技术活，是科学。从选宰配饲料、防病到育肥，哪一样不要学问？养得好，像大壮这样，一头最少卖5两雪花银；养不好，病死了让往下头看，本子钱都多是一口肉吗？那狮子再威风，能下宰卖钱吗？能拉犁耕田的吗？那魔术再神奇，能凭空变出粮食来更实在、更有用。各位，笑够了吗？笑够了，咱们看下一个第二个节目更精彩，上才艺。种菜，这也能算才艺？诸位请看。这可不是御花园的奇花异草，这是咱们后宫各位手指种子小主们从一粒种子开始，亲手播种播鲜水，施肥亲手甜甜长大。哎，对面白贵大师的贵夫人、公主殿下们也会亲手种菜吗？看来接地气的才艺，有些人还是看不上眼啊。行，那咱们就上个让你们这些自诩文明的人也挑不出半点毛病的高雅才艺。第3个节目，打算盘开始。看见了吗？这就是大燕的另一项国粹，不是玩具，这是武器，是治国的武器。户部一本账，关乎乎天下钱粮，百姓赋税，边疆军饷，赈灾款项，快1克，涨1分，国库的亏空就能少漏1分，省1笔就能给百姓多修一条路，多盖一座学堂。时间就是金钱，效率就是生命，这笔账你们算得清吗？看明白了吗？你们大食的才艺是用来看的，是娱乐，是奇观，而我们大燕的才艺是用来过日子的。跳舞再好听，能当饭吃吗？能御寒吗？驯兽再厉害，能拉车耕地吗？能产奶下蛋吗？魔术再神奇，能治病救人吗？能织布做衣吗？不能。当然啦，要是你们非觉得只有那些花里胡哨飞来飞去的才算才艺，非要比虚的，咱们大燕也不是没有。此乃我工部与匠作舰历时1年新研制的龙吟帆车，相较于旧式水车，其饮水效率提升整整1倍，且更省力耐用。若用于北方干旱，一车可灌2000万10亩，层层提灌可解高地质。陛下、老祖宗，各位贵人请看，这是咱改的飞梭之一，别的咱不敢吹，就一个字快。同样一个人，同样时辰，多出了整整3倍。要是全大燕的脂肪都换上这个，咱老百姓穿新衣裳就能便宜3成。这血迹真巧，是可以生神的术，他们何其苍白，谋合天怨之举。诸位使臣，你们远渡重洋来做知道，不是虚无缥缈的才艺，椒盐免受风灾，这才是经世致用。这，在每一个能让这人世间的日子实实在在、一天天变好的地方。受教了，大燕万岁！万岁！老祖宗智慧如海，心服口服。在下坐井观天，是在下太过狭隘了。此事上，简直以最崇高的歉意与最真挚的敬意。老祖宗，坎儿井具体多深？图纸卖我。暖棚的搭建法子了，防风林的树种名录，我预定1份。排队，一个个来。坎儿井全图加施工纸500两，附送文选秘密。暖棚织机图册800两，可派匠人指导安装并收费。针灸基础入门1000两，只教任学，不包治百病啊。水车模型，哎，那个谁别急，一手交钱一手交货，概不赊账。这才赏着你。他们被心服的没有度时，是一条智慧与人心。老华呀，老祖宗，今天可把您累坏了。
不辛苦，赚了可多钱了。明天给翠花最好看的花衣裳，她养猪立大功了。宫阙万千，终是百姓垂涎；礼乐赫赫，不如鸡鸣犬吠。这便是老祖宗带来的最珍贵的人间烟火，这便是新政之下大燕最真实的模样。太平盛世，不过如此。万国来朝的盛宴余温尚在，知识付费的银两犹在库中叮当。然而，在这表面的风光之后，咱们大燕的朝堂，这群刚刚向世界展示了时雨高效率的精英们，自己却先露出了疲态，即将于原形。停！都给我闭嘴！本座实在是看不下去了。李尚书，昨晚又通宵在你那第7房小妾的院子里看他给你跳那支新学的胡旋舞了吧？瞧瞧你这眼圈黑的，快掉到下巴上了。不知道的还以为咱们户部穷得连灯油都点不起，逼得您老摸黑算了一宿的账呢。还有你王侍郎，本座记得万国宴上就属你围着那烤全羊驼峰蜜汁火腿转的最欢，这才几天子就吹了一圈气吗？你那腰带是本座赏你的那等和田玉，不是让你拿来表演勒肉杂技的。本座都怕他不堪重负，当场炸了，崩到哪位同僚的脸上。赵御史，别舞了，咳了有半个月了吧？太医院的方子吃了3副，一点用没有。你是想把你的废叶子连着那些弹劾别人的奏章草稿一块咳出来喷到本座脸上吗？就你这风一吹就倒的身子骨，还整天琢磨着参这个安那个，你先参你自己，能不能活到下次大朝秀吧？看看你们，都好好看看你们自己，黑的、胖的、病的、虚的，有大一个算一个。你们站没坐，是百姓的父母官，是江山社稷的栋梁。就凭你们大燕这副被酒色财气掏空、被安逸懒散泡酥的破烂身子骨，本钱都没了，拿什么去给朝廷办事？拿什么去对得起百姓的赋税和期望啊？所以，本座宣布，从今日起，大燕朝廷所有5品级以上在京官员，无论文武，无论老少，有一个算一个，全部给本座接受再教育。再教育，第1课。也是唯一贯穿始终的课程，强身健体。我也要花甲，还要去扎马步跑圈儿。完了！好日子到头腿，我的老寒腿啊！陛下，您说句话呀！次日宴请3刻，对于大燕378岁官员而起，他们的好梦才刚刚开始，就已经结束了。西苑演武场大燕官员首届强身健体魔鬼训练营正式开始了。祖宗，您要整肃朝纲，锤炼臣子，孙儿举双手赞成。可您把朕也一并锤炼进来，这史官可怎么记啊？罢了，倒也不算坏事，就当是与臣子同甘共苦了。哎呀，可算有正经事儿干了，比在宫里发呆强多了。这跑跑跳跳的多带劲儿，俺得好好练，可不能给老祖宗和陛下丢脸。卯时已到，人都到齐了吗？很好，看来还没人敢装病告假。那么本座宣布，大燕朝界文武官员保国卫家特训剑营现在正式开营。训练计划都给本座听好了，每日寅时3刻集合，卯时开练，辰时结束，雷打不动。训练内容：第1项队列军簪，战如松，坐如钟；第2项耐力跑圈，增强心肺，甩掉肥肉，防身健体，提神醒脑；第4项也是重中之重，本座结合上古秘法，导引民间强身术来专治腰酸背透、底湿小来套。第8套广播泵没精神。规矩也说一下，训练为期1月，月底考核，4项全部合格者方可集业。若有1项不合格，罚俸3个月，外加每日加练1个时辰，直到合格为止。都听明白了吗？明白。大点声！都没吃早饭啊？还是昨晚净想着怎么偷懒，没睡好？本座听不见。都听明白了吗？去6
遛个弯还是软绵绵的，没劲。王教头，先给他们来开胃小菜，活动活动筋骨，绕场慢跑10圈。1圈整整200丈，10圈那就叫马最远距离是从书房走到饭房的大人们来说，这哪里是开胃小菜，这分明是一道直达地狱的开胃断头饭啊！全体都有，起步，好，跟上，不许停，掉队的加罚5圈，队列，保持队列。说你呢，胖子，迈开腿。他娘的！瞧瞧你们这副德行，才10圈还是慢跑就成这样了。本座3岁的时候追着御花园的仙鹤玩，都能一口气跑20圈不带喘的。就你们这弱不禁风的样，还好意思说自己是柏枝栋梁，是栋梁里的朽木还差不多。那个，虽然本座当时稍微就那么一点点用了一点点灵力加速，但20圈的数据是真实的，本座没说谎。都躺够了吧？躺够了就给本座爬起来，列队，快点儿！10息之内列队完毕，超时的加练5圈。接下来，今天朝廷官方指定由本座亲情研发的大雁活力强身健体操。第1节伸展运动，预备起！1、2、3、4，2、2、3、4，手臂打直，抬头，挺胸，跟着节奏。好，换动作。第2节提转运动，左3圈，右3圈，脖子扭扭，屁股扭扭，把你们僵硬的老脖子老腰都给本座活动开。早睡早起，咱们来做运动，抖抖手啊，抖手脚，勤做深呼吸。看来这第1批练功服的布料强度和弹性确实不过关，尤其是受力区需要重点加强来。回头工部和内务府练功服的面料偷裁汉的特种布料，绝不能再发生这种影响训练有碍观观的质量事故。臣遵旨。哎呦，我的老腰！怎么样？做完这一套活力健身操，感觉怎么样啊？还行吧，好像是松快了点儿，就是太丢人了。听不见？都没吃饱吗？大声点告诉本座。这就对了，都给本座记住这句话，每天锻炼半个时辰，健康工作50年。只有身体好了，精神才会足，脑子才会清楚，办差才会力气好了，才能更好的为陛下干活，为百姓服务，也才能多领几十年俸禄，多享几十年福，这才是正道，明白吗？好了，口号喊完了，该干正事了。最后一项，军体拳第1式预备训练，全体都有，听我口令，军体拳预备式，准备。准备来啊！造孽，简直是酷刑！有辱斯文，堂堂朝廷命官，竟如市井武夫般扑打，成何体统？本官要上书了，弹劾老祖宗虐待大臣！夫人啊，本官这把老骨头快要散架了。然而，就在这一片怨声载道、鬼哭狼嚎之中，半个月后，连他们自己都没察觉到的时候，一些微小却不忍忽视的变化悄然发生了。奇迹就这么不讲道理的降临了。不疼了，真的不疼了。这折磨了老夫10几年的老毛病，跑飘飘半个月，竟然真管用了！老祖宗诚不迁我，诚不欺我呀！这困扰老夫多年的咳疾，
看了多少名医，吃了多少苦药都不见好，居然就这么不药而愈了，神了，真是神了！说真的，这半个月折腾下来，虽然人是丢大了吧，可不是，我打仗都没这么丢人过，但这身子骨还真觉得轻快了不少，晚上睡觉都踏实了。哎，就是这模样，实在是有辱斯文啊。1个月说长不长，说短不短，汗水与屈辱交织，抱怨与改变同行。当清晨的阳光再次照亮这片演武场，照在这群曾经的朽木身上时，奇迹已然发生。李尚书，腿脚利索了，不错，赏你一套本座亲笔批注的五禽透骨本。谢老祖宗恩典。王侍郎，肚子小了，赏你3个月的宫廷减脂药膳配额。谢老祖宗恩典。胀郁熟了，赏你1中气灌玉质秋梨膏，接着喝，巩固疗效。谢老祖宗恩典。周郎中，别人都面色红润，精气神十足，怎么就你还是一副被掏空了的样子？说，是不是又偷懒了？老祖宗明鉴，臣冤枉啊！臣这1个月真的是一日不落，咬牙坚持，绝不敢有丝毫懈怠啊！实在是臣有难言之隐，身子底子亏空的太厉害了啊！难言之隐？什么隐疾啊？说说看。臣肾不行啊！我当是什么了不得的大病呢？肾亏不行啊，小问题，记好了，鹿茸3钱，枸杞1两，每天泡水喝，再加练本座专门为你们这种虚人设计的固肾培元功，动作减年，帮你生龙活虎，精力比那些小伙子还旺盛。提什么干？谢老祖宗恩典，谢老祖宗指点，臣一定照做，一定照做。好了，笑话看完了，本座宣告界大燕朝强身健体的特训营全员合格结业。从今天起，每日卯时集体晨练制度正式定为永制，雷打不动，风雨无阻。本座知道你们在想什么，想着结业了就能偷懒了，对吧？想得美！每10天，全体官员必须来此集合，由禁军的教官监督集体晨练。但无故缺席赶透光的御寿员，帮翠花扫1个月的猪羔，产猪粪，听清楚了？产猪粪。臣等不敢慢。从此，大燕的京城多了一道独特又生机勃勃的风景线。每日各一清晨，总能见到身穿官袍或便服的大人们在院子里伸胳膊踢腿。从最初的围观与嬉笑，到后来的习以为常，甚至有百姓跟着偷偷学。沉迷健身的种子，从大燕最高的庙堂之上悄然播撒了下去。老祖宗，这1个月的操练下来，朝臣们精神头确实足了不少，身子骨也硬朗了。孙儿想问问，您搞这健身操，真的就只是为了给他们强身健体？当然不只是为了强身健体啦，小龙燕，这叫一石3鸟。哦不，一石好多鸟。第一，确实是为了他们身体好，身体是干活的本钱嘛。第二嘛，连推行什么那个行政，先反少不要逆反心，是不是就小多了？习惯了服从嘛。至于第3，一起流过汗，一起出过丑，一起骂过天，虽然不敢当你面，内耗少了，劲儿往一出手，朝廷的效率自然就高了嘛。老祖宗高明，实在是太高明了。看似是操练身体，实则是锤炼心性，调和矛盾，凝聚朝堂。一举3得，不，一举数得，润物细无声。孙儿受教了，佩服。启奏陛下，幽州传来急报，当地有豪强乡绅纠结宗族，公然抗法，阻挠朝廷清敛田亩、摊丁入亩之新政。他们煽动不明真相的百姓，围堵府衙，打伤差役，气焰极为嚣张，恳请陛下速作圣裁。众卿都听到了，幽州之事事关新政推行，关乎朝廷威信，更关乎百姓生计。尔葛有何良策？陛下，新政乃国本，岂容宵小猖狂？臣等恳请陛下立即下旨，对为首豪寒依法严惩，务必受蒙百姓晓以利害，妥善安抚，朝廷威严不容侵犯。看吧，小龙爷，效果这不就来了？一起流过汗的交情，可比一起喝过酒的交情牢靠多了。老祖宗说的对，动起来的不只是身体，一起流过的汗，一起扛过的折磨，无形中融化了多少坚冰，拧紧了多少散沙。这朝堂的风气，这大燕的精气神，真的不一样了。得赶紧回去。老祖宗昨日答应了，今天要单独教朕那套据说能固本培元、延年益寿的帝王养生拳。听说练到高深处，
可耳聪目明，精力不衰，甚至长命100岁。这皇上做的，好像越来越有意思了。历史的车轮滚滚向前，谁能想到改变一个庞大帝国的契机，或许就藏在美人清晨的伸胳膊踢腿和那些看似无厘头的口号之中。跟着这位3岁的老祖宗，大燕的朝堂乃至整个天下，正步履坚定地走向一个前所未有的崭新时代。这边厢训练营的汗水刚擦干，朝堂的新气象还冒着热气儿；那边厢工部这疙瘩可一点没闲着，乌云压顶不是要下雨，是有人要搞大事情了。老祖宗上次随口提的杠像开了华伦祖洪水，空气有防力，冒妙啊！拦不住，太妙了！这脑子里的东西就像更要能飞起来，还有自动的、耕地的、扇风的。如你在我的苍穹屈原过。这是个什么玩意儿？又带翅膀又带轮子的，你是想让上天还是想让它下地啊？老祖宗明鉴，这就是下官根据您上次提及的空气地理学滑翔原理历史办授业的旷世杰作，它叫神行飞车。您看这翅膀借鉴了鸟雀，这轮子可陆地疾驰，这内部的机关，力雄真能飞的，载人飞天啊！老祖宗，理论上，是理论上，目前还差那么能飞起来的一点点工艺和材料上的小问题。还有老祖宗，下官还有别的，很多别的。您看这个自动翻土铁牛，不用人扶，自己能走；这个暴雨梨花灌溉桶，一下雨自动接水浇地；还有这个专门为后宫娘娘们设计的贵妃自动摇扇，省力又雅致。想法倒是不少，脑洞也够大，但是太散了，东一榔头西一棒子，想起什么搞什么，不成体系，没有重点，简直就是胡闹。周大锤问你，公布的首要任务是什么？为国为民，造利国利民之器物。去点！改良农具，兴修水利，筑路架桥，修缮工事，督造军器。那你搞这会飞的椅子干嘛？百姓是要飞上天摘星星吗？他们要的是地里多打粮食，门口有平整的路走，土不漏雨的房子住，是要耕田更湖上的里浇水更方便，织布更快，生病了有药治。你搞的这些的话，你自己爽，对他们有半个铜板的用处吗？臣知错。不过脑洞不是坏事，相反是天大的好事。关键是要把这股劲儿用在正地方。所以本座今日起就是齐桥院的首任院长，所需经费、人手、材料，本座亲自特批，要多少给多少。臣万请老祖宗示下。高产作物，亩产10稻，水泥、遇水结硬坚如磐石，纺纱一人顶30，净水、望源，我的这些都是什么神仙想法啊？老祖宗，这上面的东西，真的能成吗？事在人为，本座给这样的项目给你1年时间，要什么几个的材料，本座想办法给你弄来，也给你弄回来。但是你就别给本座扫皇宫所有的厕所，扫到下一项称不出来为止，听清楚了。臣周大锤谨遵老祖宗法旨。自此，齐巧院正式开张，工部后院成了全皇宫最热闹也最提心吊胆的地方。叮叮咣咣、轰轰隆隆组的烟，每天不听2响儿，都觉得少了点啥。启奏陛下，启奏老祖宗，齐巧院首期3项攻关成果已全部研制完成，臣恳请陛下老祖宗恩准，于殿前当场演示，以验成效。准了，腮帮子还鼓鼓的，搬上来吧。此乃第1项成果，龙王1号手摇式活塞抽水机，只需2人协力摇动此摇把，便可将低处之水抽至3丈之高，效率远超以往任何水车举高。好，此物若用于北方旱地或南方低洼涝区，于农事灌溉与排涝实有大用。周青，做得好。第2项成果，天女散花多动脚踏式纺纱机，此机设有32个纱洞，只需1人脚踏提供动力，便可同时纺出32根纱线，其效率是传统手摇纺车的20倍以上。20倍！老天爷啊！百姓的穿衣问题居需被服，这……这是什么味儿啊？哎呀，好臭啊！诸位大人，莫要嫌弃此物气味，此乃第3项成果，肥田宝1号浓缩液。只需在播种前将此液兑水稀释，浇灌于田地之中，可令粮食增产3到5成。3到5成，当真？天佑大燕啊！周侍郎，此话可有凭据？周青，此言可是当真？3到5成的增产，你可知这意味着什么？回陛下千真万确。施用肥田宝保持制平地未施用木试验田上，历时2月，详细4成有余，请陛下老祖宗御列。还行，总算没白费本座那天的口水。这3样东西立刻着手量产，尽快在合适的州县试点推广。周大锤记大功一次，赏银1000两，
乞巧院所有与研制的人员本月俸禄翻倍。谢陛下，谢老祖宗天恩。什么玩意儿？飞起来了！猪，该不会真是猪吧？我的亲娘哎！陛下，保护陛下，保护老祖宗，老祖宗！老祖宗小心！我就知道。臣有罪，用的是最小剂量的模型，不知道哪次谁的心调配的，把给贵妃娘娘装着接错了管路，把药粉全倒进被大壮拆的实验架子箱，又弄错了，绝对错了。皮糙肉厚，骨头没断，就是吓傻了，有点轻微脑震荡，养几天就好。周大锤，臣在。本座让你搞发明，是让你利国利民，解百姓之忧，不是让你拿着朝廷的钱粮去研究猪怎么上天。猪是用来产吃料的，是百姓锅里的肉，地里的肥，不是你的试验品。臣知罪，老祖宗饶命啊！不过这助推的想法有点意思。功是功，过是过。抽水机、纺纱机、肥田安保3件管理不善，伤及玉珠是大锅。今日本座就给你来个功过相抵，不赏也不罚，但是规矩必须立。从乞巧院所有试验项目，下无论大小，到6或必须批准后方可进行。再敢私自胡来，再搞出去猪圈贴身天的幺蛾子，直到他彻底康复，并且原谅你为止。谢老祖宗开恩，谢老祖宗不杀之恩，臣再也不敢胡来了。大壮，我的娃儿啊！翠花，把大壮带回去，好生照料。这几天给他加餐压压惊。哎，娃儿别怕啊，娘在呢，回去娘就给你炖最大的肘子，好好补补。一场惊世骇俗的飞天谋主孤楚闹剧，就这么鸡飞狗跳的传奇和茶余饭后的谈道，却刚刚开始。